上一世女人为了缓解躁狂期，找了个落魄男人，说完一次给他10万。几年后，女人家里突然破产，她也随之被卖到南洋接客还债，沦为了被待价而沽的拍卖品。而最终花10几亿拍走她的，正是那个曾经被她玩弄了几年的男人。可此时的她已经蜕变成一个偏执又扭曲的金圈新贵。重活一世，她再次回到了男人落魄的那几年，看着跪在脚边被他玩弄的男人，她决定放他自由。可男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居然是：“你对我玩腻了吗？”江许摇头否认：“不是，那是为什么？你找到了比我更好调教的对象。”江许这才想起，现在的陆直是真的很缺钱，即使日夜打工兼职，也远远不够应付眼前的困境。也不是，你先起来穿好衣服吧。陆直微微扯了扯唇角，起身远离他，然后沉默地穿上衣服。江许趁机找到手机，立刻转了钱给他20万。陆直看着转账提醒，眼中闪过一丝疑惑：“你这次做得很好。”江许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，只是想多给他钱，算作报答和补偿。虽然陆直上辈子买走他后对他做了很多过分的事，可要不是陆直的话，他都不知道自己会被卖给什么人。所以在心里他还是挺感谢陆直的。眼前的陆直神色莫名：“不用，多的算下次，多的就算医药费吧。你身上的伤痕不是还要去医院看看吗？不用医药费。”陆直向来不愿浪费钱去医院看伤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看着陆直已经迈步朝外走，还没从突然重生的巨大冲击中缓过来的江许，只能把自己缩在被子里默默无言。陆直头也不回，径直离开了别墅。江许敛下眸子，无声地抿着唇。上一世江家破产，其实是因为有人盗取了江氏集团的核心机密，然后贱卖给了陆氏集团。那时陆直已经回到陆家成为陆氏总裁，所以最后签署江氏收购文件的正是他。江家破产，父亲车祸，他被抓到南洋，这一连串变故都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操纵。这会是陆直的手笔吗？可他最后为什么又要花高达10几亿买下他呢？如果他这一世放他自由，他最后会不会也放过自己？这一切江许都无法确定。江许现在还是京城大学大一的学生，美术学专业，刚入学3个多月。江，你和陆学长昨天还好吗？江许刚坐下，室友文晴美就立刻凑了过来。昨天，江许微微侧头，脑海中总算想起了昨天发生的事。昨天他躁狂期发作，在自习室看见有个女生和陆直走得近了些，就觉得自己的玩具被旁人觊觎，于是他当众甩了陆直一巴掌，还用难听的话骂了他。之后又将他带到别墅的特殊房间，狠狠教训了一顿。江许合了合眼皮，我们挺好的，没人知道他跟陆直真正的关系。事实上，陆直根本不敢对他生气。放学后，今天江许鬼使神差的选择走路回家，视线忽然定格在某个方向。等到他看清那可怕场面时，他的瞳孔骤然一缩。巷子深处，一个男人被一群人抓着脚踝在地上拖行，身上衣服已经染得鲜红一片。江许一眼就认出那是陆直，他心头猛地一跳，连忙朝那边冲了过去。途中他还迅速报了警。你们给我住手！江许拦下那群意图将陆直拖往更深处的男人们，手中紧紧掐着手机，指尖用力到发白。江许喉咙发紧，强行压住后退的冲动，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稳。他欠你们多少钱？我替他还。为首的纹身男人顿时来了点兴趣。小妹妹，你拿什么替他还？他猥琐的上下打量着他，拿你自己来还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一次可不够啊。他随即示意几个小弟上前去抓住江许。江许眸子警惕地盯着他们，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。我有钱，你们要多少我都有。他连忙打开手机，将卡里余额展示给他们看，那数不清的零让人眼花缭乱。几个小弟瞬间兴奋起来，大哥，他是真的有钱。纹身男随意瞥了一眼瘫倒在地的陆直，行吧，这小子欠了我1000万，你要是替他还了，我就放过他。1000万！江许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。陆直的养父虽然借了高利贷，可绝对没借那么多啊，这都是利滚出来的可怕数字。不过你先转50万给我，之后每天都给这个账户打50万，直到还完为止。这群放贷的人很老练，知道数额太高了会引起银行审查。可以，江许二话不说，一次性先赚了50万过去。那群人拿到钱后很快就离开了，江许一直紧绷的神经才缓缓松懈下来。他连忙跑到陆直身边，陆直，你还好吗？可以听见我说话吗？倒在地上的陆直依然一动不动，但好在江许还能感受到他微弱的呼吸。就在这时，巷口传来急促的警笛声，警察终于来了，很快就帮着江许把人抬上了救护车。陆直醒来时，映入眼帘的是刺白的天花板，空气中混着消毒剂的味道和淡淡的青色柑橘调香，这气味他并不陌生，是江许身上常有的味道。他转头看去，只见江许手撑着额头靠在床边，困倦地闭着眼睛，脑袋一点一点的。突然他手肘一歪，脑袋失去支撑，猛地下坠。陆直下意识伸手去接，手下触感润泽滑腻，几乎是碰上的那一瞬，江许就醒了过来。他坐直身体，揉了揉眼睛，惊喜地看向他，你醒了？陆直略显僵硬地收回手臂。在巷子里时他还没完全昏迷，隐约知道是江许救了他。身上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去叫医生过来。江许欲要朝外走，陆直瞬间拉住他的手腕，我没事。说着他松开江许，起身下床换回自己的衣服。江许意识到不对，你要离开，他连忙上前拦住他。医生说你需要好好休息，今晚还要留院观察。陆直充耳未闻，穿上外套就要往外走。江许情急之下拉住他的衣摆，如果你担心医药费，我已经付过了，你可以不用着急出院。陆直终于停下脚步，谢谢，医药费算我借的，之后会还给你。语气很冷淡，很疏离。突然啪嗒一声，一滴温热的液体从江许脸上滑落，滴在手背上。陆直一愣，他怎么哭了？江许红着眼眶，虽然极力忍住，但眼泪还是越蓄越多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什么？陆直对他突然的眼泪和质问有些无所适从。江许不停用手抹去止不住的泪珠，脸上泪痕一片，他用力咬着下嘴唇，直到唇瓣被咬破，才终于清醒了些。双向躁郁症除了有躁狂期，还有抑郁期，这时只要一点小小的负面情绪就会被无限放大。江许的抑郁期比躁狂期要好受些，他只需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一场，哭累了睡一觉，醒来就没事了。虽然每次发病的时间不确定，但抑郁期他靠自己可以度过，所以陆直还没见过他抑郁期的样子，这是第一次。正处于抑郁期的
的江许觉得自己的玩具不听他的话，还对他这么冷冰冰，愤怒之余更多的则是委屈和悲伤。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你是我的，你要听我的话，呜呜。陆直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。不管如何，江许现在的状态显然不太正常，陆直做不到对他视而不见。我没事，就是突然发病了。江许实话实说。抑郁期，陆直看向他，他知道江许患的是双向躁郁症，但只见过他躁狂期兴奋恶劣的样子。江许再次将嘴唇咬破，刺激的疼痛让他冷静下来。你不是要出院吗？你快走吧，我会帮你办出院手续的。江许此刻自顾不暇，也不再阻拦他。他怕等会抑郁情绪袭来时会控制不住不让陆直离开。这一世他不想再因为他的病而强迫他。陆直站在原地，并没有离开。我帮你叫医生。不用，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就好，我真的没事，我现在好多了。快走吧，他真的快撑不住了。陆直抿着唇，那你照顾好自己。他要赶去夜班兼职，而且这里是医院，江许应该不会出事。他沉默片刻，还是决定转身离开。但刚走没两步，腰腹突然被人从身后抱住。江许细软哽咽的声音低低传来：不许走，让我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他把脸埋进他的衣服里，闻到淡淡的皂角香和隐约的血腥味。我可以付钱给你。陆直没有推开他，只是身体略显僵硬地站在原地。两人的体温透过衣料相互传递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江许的情绪终于平复下来。他松开手，轻声说：谢谢，我没事了，你走吧。陆直最后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到了酒吧开始夜班工作后，陆直的手机突然收到一条转账通知，江许给他转了30万。他立刻打开聊天窗口，什么意思？江许回复的很快，算借你的，包括这次的医药费。为什么？我记得你母亲最近要做第2次手术，正好需要30万吧。江许记得很清楚，上辈子的这个时候，陆直既要应付高利贷催债，又要筹措养母的手术费。当时他来找他借钱，却被他无情拒绝，甚至还冷嘲热讽。上辈子的他只贪恋陆直的皮相，需要他帮忙缓解躁狂症状，却从没真正关心过他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江许心里满是愧疚。看着对话框上方对方正在输入的提示，江许能想象陆直此刻的困惑。他只是想弥补他，但这种转变恐怕会让他觉得反常，甚至怀疑他又在打什么坏主意。最后陆直只回了2个字：谢谢。江许嘴角微微上扬，不客气。最近尽量别去人少的地方，遇到不对劲就赶紧跑，需要帮忙随时找我。虽然陆直身手不错，但双拳难敌4手，没必要和那些亡命之徒硬碰硬。想了想又补充道：反正我的病暂时也离不开你。手机那头的陆直盯着这条消息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天啊，你怎么留这么多血？陆直刚放下手机，苏弄熙就惊呼着走过来，又是那些讨债的人。他和陆直都是京大学生会的，这份酒吧工作就是他介绍的。之前在校外兼职时，他偶然撞见过陆直被追债的场面。昨天在自习室讨论活动策划时，正好被江许看见了。陆直简短的应了一声，他们太过分了，应该报警的。已经报了。其实是江许报的警，不过那些人有组织有背景，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。那就好。苏弄熙犹豫了一下，对了，昨天你和江许还好吧？江许当众扇陆直耳光的事让所有人都很震惊，更让人意外的是陆直居然没生气，还任由他拉着离开。提到江许，陆直想起他在医院流泪的样子，那是他第一次看见他哭。以前的江许最讨厌别人提起他的病情，可那天在医院，他主动告诉他是发病才哭的，发消息时也毫不避讳。他不想多做解释，只说句挺好的，说完就转身进了更衣室。苏弄熙感觉到他的疏离，识趣的没再追问，心里却忍不住嘀咕，这就是书里那个反派大佬，果然生人勿近。周六下午，江许睡了个懒觉才去见心理医生。其实父亲早就给他安排了心理医生，但以前的他一直拒绝治疗。回医室，他决定好好配合治疗躁郁症。到了诊所，护士告诉他，魏医生还在接诊，请您稍等一会儿。没过多久，一个穿白大褂的女生走了过来，居然是苏弄熙。江许，苏弄熙惊讶地看着他，你怎么会来心理诊所？你不是应该按照书中剧情，这时候的江许应该很抗拒看心理医生才对，怎么会主动来诊所？我应该怎样？江许疑惑地反问。苏弄熙似乎很了解他，可他确定之前并不认识对方。苏弄熙意识到说漏嘴了，连忙摇头，没什么。他连忙解释道，我也是京大的，和陆直都在学生会，我学心理学专业，在这家诊所实习，魏医生是我导师，以前好像没在这儿见过你，我这学期刚开始实习。苏弄熙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忍不住问，那个我能问问你和陆直现在是什么关系吗？江许闻言微微蹙眉，苏小姐怎么突然关心这个？就是随便问问。苏弄熙当然不能说实话，他原本是个熬夜追更的读者，某天通宵看小说时猝死，一睁眼就穿进了这本小说里。系统给他的任务很明确，攻略书中那个阴郁偏执的反派陆直。苏弄熙盘算着，先摸清陆直对江许的态度，才好制定攻略计划。毕竟在原著后期，陆直对女主江许执念深重，甚至不惜与男主争夺，上演了一出强取豪夺的戏码。不过现在剧情才刚开始5年，反派还没完全黑化，攻略难度应该小得多。我和陆学的关系，全校不都传遍了吗？他总觉得苏弄熙问的蹊跷，下意识不想多谈。所以你们真的在交往？苏弄熙迫不及待地追问。就在这时，治疗室的门开了，戴着金丝眼镜的魏医生走出来，见到江许时明显一愣，江小姐，没想到你真来了，现在可以开始治疗了吗？魏医生点点头，跟我进来吧。苏弄熙只好作罢。治疗持续了2个小时，结束后，江许拿着新开的药回到家，刚进门，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铃声响到第3遍，他才按下接听键。乖宝，听说你今天去看魏医生了？
江阳平的声音透着小心翼翼的欣喜。父女俩的关系一直很僵，但这主要源于江许单方面的抵触。他的躁郁症遗传自母亲，而当年母亲病情最严重时，父亲却忙于工作疏于照顾，最终导致母亲跳楼自杀。这件事成了江许心里永远的刺。发现女儿也患病后，江阳平悔不当初，立刻请来最好的心理医生，对女儿百依百顺。可江许始终无法原谅父亲，更厌恶自己的病。他觉得自己从骨子里就烂透了，不配得到任何救赎，放任病情恶化。医生怎么说？电话那头，江阳平轻声问道。说有好转，那就好。江阳平松了口气。明天晚上有空吗？乔叔叔一家来做客，他儿子乔博跟你同龄，你们年轻人多聊聊，对你的病情有帮助。乔博，江许眼前浮现出上辈子地下拍卖场的场景。当时乔博确实举过牌，但在价格飙到10亿时突然收手。那些在红灯区生不如死的记忆骤然涌上心头，他无意识地用指甲掐着食指指腹，尖锐的疼痛让他回过神来，应了一声好，嘴角扯出一个僵硬的弧度。你先别急着拒绝。江阳平话说到一半突然顿住，这才反应过来江许说的竟然是好。这些年女儿总是跟他对着干，这还是头一次这么好说话。江阳平一时竟有些不适应，心里既惊喜又忐忑。好，那我晚点把时间和地址发给你。他努力压抑着语气里的雀跃。江许挂断电话，随手把手机扔到一边，整个人陷进沙发里。不知怎么，胸口突然涌上一阵没来由的烦躁。与此同时，地下酒吧的卡座区，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正围着苏弄西不让他离开。美女，陪哥几个喝一杯呗。为首的黄毛伸手就要摸他的脸，苏弄西强撑着笑脸，抱歉，我们酒吧不提供陪酒服务。少废话，把这些酒喝完就放你走。黄毛指着桌上排开的烈酒，明摆着要为难他。苏弄西咬了咬牙，我喝就是，眼角余光却不住地往吧台方向瞟，心里暗暗期盼陆直能注意到这边的状况。陆直，帮帮我！看到那道熟悉的身影走近，他急忙喊道。陆直缓步走过来，只是抬手指了指天花板上的监控摄像头，这里有监控。简简单单5个字，却让那几个混混顿时变了脸色。正僵持着，酒吧老板带着保安赶了过来，事情总算解决了。苏弄西长舒一口气，后背已经沁出一层冷汗。回到员工休息室，他想向陆直道谢，却发现他正盯着手机出神。老板让他们提前下班。苏弄西提议一起回学校，却听陆直淡淡回了句我还有事。苏弄西张了张嘴，最终什么也没说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。出租车里，陆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条最新消息，先是20多万的转账记录，下面跟着一行字：来别墅，我在红房间等你。陆直站在江许别墅门前，指尖悬在手机上方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开了那条语音消息。陆直，我想你了。江许的声音软软糯糯的传出来，带着几分撒娇的甜腻，尾音微微上扬，像是小猫爪子轻轻挠在心上。输入密码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脚步一顿。客厅里一片狼藉，地上散落着玻璃碎片和各种小物件。显然江许又没控制住脾气，他轻车熟路地走向那扇暗红色木门，刚抬手要敲，门就从里面打开了。江许侧躺在床上，见他目光扫过满地的狼藉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，抱歉，我实在没忍住，药也吃了，东西也砸了，可心里还是难受的厉害，所以才叫你来的。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酒精味。陆直眉头微蹙，你喝酒了？江许赶紧伸出2根手指比划，就这么一点点，真的就一点点。说完还讨好的冲他笑了笑，眼睛弯成月牙。发病期间喝酒。陆直声音沉了下来，想起他还说吃了药，心里一阵后怕。药物和酒精混用有多危险，他难道不知道？江许委屈的扁扁嘴，我就是想着喝醉了睡着就不难受了，这样你也不用大半夜跑过来。话说到一半，突然眼睛瞪得圆圆的，你居然敢凶我，一个玩具还敢对主人发脾气？我没有。江许光着脚跳下床，眼尾泛红，噙着泪，却气势汹汹地走到他面前。陆直注意到他只穿着单薄的睡裙，连忙找到遥控器调高室温，下次记得穿鞋。他轻声提醒，要你管。江许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往下拽，像牵小狗似的把他拉到床边按着坐下，然后直接跨坐到他腿上。陆直呼吸一滞，身体瞬间绷紧。你做什么？教训你。这一段我知道大家不爱看，我帮你们跳过。后来不知怎么他就趴在陆直身上睡着了，朦胧中感觉被人用大衣裹住，轻轻抱回了主卧。等他彻底清醒时，已经是第2天中午。宿醉带来的头痛让他忍不住呻吟，昨晚的记忆碎片渐渐拼凑完整。当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，江许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天啊，他都对陆直干了些什么？那些羞耻的画面在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，陆直非但没有阻止，还那么纵容他，甚至手把手教他解扣子。江许懊恼地把脸埋进枕头里，明明发誓这辈子不再让陆直进红房间，要放他自由的，结果昨晚居然做出这么禽兽不如的事，果然喝酒误事。江许一睁眼就摸过手机，指尖飞快地给陆直发了条消息，昨晚的事对不起，我喝多了脑子不清醒，以后不会了。发完就把脸埋进枕头里，想起自己醉醺醺的咬陆直那一身牙印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等了半天没见回复，他只好爬起来洗漱。下午睡醒再看手机，陆直还是没动静，他又补了2条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你身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晚上7点，江许准时到了父亲订的酒店包厢，推门进去，除了江阳平，还有挺着啤酒肚的乔安国和混血青年乔博。乔博那双深邃的眼睛在金丝镜片后闪着温和的光。哎呦，江可算来了。乔安国热情地站起身，脸上的肉都堆在了一起。江阳平见女儿真来了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宝贝快来坐，就等你了。江许径直走到离门口最近的位置坐下，乔安国赶紧指着乔博介绍，这是乔
乔伯，小时候总带你玩的小伯哥哥，还记得吧？江许当然记得，上一世父亲出事时，是乔伯忙前忙后操办后事，后来爷爷病危也是他一手张罗，而那时的他因为躁郁症发作，根本见不了人。江阳平笑着解释，小伯刚从莫斯科回来，打算在国内住一阵子。乔伯推了推眼镜，冲他微微一笑，江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乔伯哥。江许轻声回应，他心里明镜似的，乔安国那点心思他太清楚了，这老狐狸上一世就变法想撮合他们俩。见气氛有些冷场，江阳平赶紧转移话题，小伯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？大概3个月。乔伯说他是个职业赛车手，这次是回来参加比赛的。江阳平立刻提议，那正好让江江带你逛逛。金氏这些年变化可大了，他是真心觉得女儿多和人接触对病情有帮助。乔伯目光温柔地看向江许，那就麻烦江江了。这顿饭结束后，江阳平和乔安国喝多了，提议让乔伯送江许回家。江许点头答应，那爸爸，乔叔叔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江阳平听到女儿久违地喊他爸爸，不由热泪盈眶。车上乔伯问道，江江，怎么感觉你变了许多？他一直知道江许患有心理疾病，很难控制情绪，今晚却异常安静，有吗？可能是长大了吧。江许轻描淡写的回答。这时江许的手机震动，是陆直的回复，没有不舒服，不用道歉。随后还发来了50多万的转账，解释是归还医药费和他借的钱。江许不解地问，你最近不缺钱了吗？拉到了投资。陆直简洁回答。江许这才想起，这时的陆直正在创业，之后会在金圈崭露头角，然后被陆家认回去。看着这些干巴巴的回复，他忍不住笑了，像极了跟人机在对话。乔伯很快送他回到别墅，临走前说，有时间记得来找哥哥玩。临近期末，江许正忙着准备考试，陶晶提议，今天傍晚有体院和计算机学院的男篮比赛，咱们去看吗？文晴美兴奋地说，而且陆学长不是计算机系篮球队的吗？江江肯定会去给陆学长加油。江许想着反正下午也没事，就点头答应了。下午他们完成作业后，一起来到学校篮球场，看台上已经挤满了人。江许意外发现计算机系球队站在最前面的不是陆直，而是个从未见过的寸头男生。江江，陆学长怎么没来？他没跟你说吗？室友们齐刷刷转头看向他，江许也是一头雾水，他没提过。话刚说完，他突然想起昨天陆直也是一整天没消息，直到晚上才回复他。很快他就打听到，陆直今天不仅没来上课，还跟辅导员请了好几天假。你们先看比赛吧，我有点事。江许匆匆起身离开，快步走向校门口时，一段尘封的记忆突然浮现在他脑海中。上一世有段时间，他将近10天没联系陆直，后来见面时发现他腹部有道触目惊心的伤疤，像是被利器捅伤的。那时候他对陆直漠不关心，根本没问是怎么回事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恐怕是出了什么意外。他立刻拨通陆直的电话，铃声响了几遍后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声。江许怔住了，反复确认自己没拨错号码，屏幕上明明白白显示陆直2个字。你是？对方又问了一遍。你好，我是陆直的朋友。江许稳住心神，请问你是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后传来一句让他如坠冰窟的回答，我是他女朋友。